Hello， 大家好，小岛来了。户外有一件事情很重要，如果没有做好，你就饿肚子了。今天我们就是来聊聊户外生鲜食物的携带和保存方法。方法一：环境运用。如果你的露营地旁边有小溪河川，你可以围一圈石头，把食品放进密封袋里面，浸泡在溪流中。这样呢，你的饮品和蔬果就会变得很冰凉，肉品也可以保鲜。这是最轻便的方法，当然也只能短期保鲜，而且要做好固定，以免不小心食物就流走啦。方法二：食物保温包。这是我以前常用的方法，利用提前冷冻的冷媒冰砖，将低温食物一同放进保温包里面。保温包分折叠的或者是硬壳箱体，后者保鲜时间会比较长。由于温度渐渐流失，所以摆放和取用有技巧，从上往下吃。打开之后马上就要取走关闭，保鲜1到2天是极限了。如果是遇到炎炎夏日，能到隔天就不错了。3、电力行动冰箱是我现在使用的方法，尤其在高温环境下，这应该是最能放心保鲜食物的方法。而且现在很多的收费营地都是有供电的，带上这样无时间限制的冷冻冰箱，就可以实现食物自由啦。过去露营不敢带的海鲜啦、冰淇淋呀，都不用担心，就可以随时享用新鲜的食材，还有消暑的冷饮。怎么样？露营品质是不是就大大提升了？当然，这一类的行动冰箱因为包含迷你压缩机，有的款式还带蓄电池，所以呢就会稍重一些。在选择上呢，有几个部分要注意一下。以下是我选择的经验，提供大家参考。首先就是尺寸，因为加上食材，整体就会变得很重。一般1到3人2到3天露营，20升到35升就够了。像我这个就是20升的，而且有一些食物其实是不需要保冰的。2、电源选择，如果你主要是在营地露营，或者是你有移动电源，你就可以选择不带蓄电款的行动冰箱，同时也是车载冰箱。你在交通过程当中可以用车上的12伏电的电源供电，到了营地你再利用现场的供电或者用移动电源。20升55瓦额定功率，耗电很低，像我是1度电的移动电源可以用很久，而且压缩机也不是持续工作的，实际使用的话大概30个小时，当然依照环境温度会有影响。3、低噪音哦，这个就很重要了。像床车露营或者是帐篷露营，到了夜晚声音很影响睡眠，像它的声音是小于32分贝，所以夜晚基本不会影响到我睡觉。今天给大家示范的是 Iceco 的户外冰箱，它是铝镁合金做的，不仅重量减轻了，而且它的外观也很高端奢华。-20度到20度的电子温控，可蓝牙连接操作。看看我今天带了什么好吃的哦！我很喜欢它的这个无段悬停门盖，开到哪停到哪，有17升冷冻和3升冷藏分仓设计。带了可乐，肉都是硬邦邦的啊！我还带了冰淇淋冰棒，好吧，哇塞，后是烧麦。蛤蜊，要吃的鱼、虾，在吃什么呢？喝一个。今天就吃海鲜大餐，全靠这个户外冰箱，可以让我带了平时都不敢想带的食材。再来。吃冰棒也太爽了吧！好啦，希望今天介绍的户外食物保鲜方法可以帮助到大家，也不要忘记帮我点赞、订阅、分享哦！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丁达尔光线。